Hello 啊，大家好啊，又係我 Tommy 啊。咁我諗過去2個禮拜啦，各位關注嘅一定係烏克蘭嘅局勢。每朝起身啦，我關心嘅除咗係究竟基輔幾時陷落之外咧，就係有幾多被戰火摧殘嘅無辜百姓流離失所、痛失至親。所以咧，接種疫苗嘅下一集咧，我哋就暫時擱置啊。今集咧，我會用能源嘅角度去簡單嘅剖析一下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嘅原因，然後延伸到去我哋美國喺高油價之下要做到能源自主，同移民嘅各位啊，大家去買一架用電力推動嘅電池車有啲咩嘅關係呢？我諗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嘅原因咧，大家應該都喺新聞上面咧略有所聞噶啦。隨住1991年蘇聯嘅解體、華沙公約聯盟嘅滅亡，北約嘅東擴直接導致咗俄羅斯喺地理上面感受到西方嘅軍事威脅，而其中嘅烏克蘭有住舉足輕重嘅地位。咁當然咧，我絕對咧唔係喺度合理化普京去入侵烏克蘭嘅決定啊！任何軍事行動去侵略人哋嘅國家咧，都唔係21世紀人類社會所嚮往噶。但係除此之外啦，其實仲有一個比較重要嘅原因咧，就係能源啊。咁大家應該都知道啦，俄羅斯縱然佢哋地緣遼闊，亦都承襲咗蘇聯時代留落嚟嘅軍備，但係經濟之上絕對算唔上一個強國。喺2021年嘅國內生產總值 GDP， 佢比起加拿大或者係南韓更加少，只係及第2位中國嘅1/10，又或者只係及我哋美國加州嘅1半啊。但係咧，俄羅斯嘅領土入邊咧就蘊藏住好豐富嘅化石燃料。佢係繼沙特阿拉伯之後啦，全世界第2嘅石油出口國，亦都係全世界第1嘅天然氣出口國，主要出口到去歐洲。所以咧，能夠成為世界嘅能源工廠，亦都可以勒緊好多對能源需求龐大嘅國家嘅喉嚨啊。而相對自古以嚟就係人哋領土嘅烏克蘭咧，本嚟擁有嘅天然資源其實都絕對唔惹少噶。以蘊藏嘅天然氣為例啊，係世界上第26大，頁岩氣嘅話咧係歐洲第3大，絕對有能力成為區內嘅能源強國。但係咧，烏克蘭嘅國力一直衰弱，缺乏力量開採呢啲咁珍貴嘅天然資源，又承襲咗蘇聯時代嘅貪污文化，一直得唔到西方投資者嘅寵愛。13年嘅時候，蜆殼石油同埋雪佛龍各自同烏克蘭簽訂咗100億美元嘅開採頁岩氣嘅協議。但到咗後嚟2014年嘅時候，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半島，烏東嘅頓巴斯地區又有親俄分子攪局，令到呢2間嘅私人公司喺2015年嘅時候退出咗協議，烏克蘭變到得物而無所用啊！而唔知大家又知唔知道點解呢2個地方從一個能源嘅角度去睇啦咁重要呢？克里米亞呢個半島啦，雖然咧就只有農業同埋旅遊業啦，經濟並唔係話好發達，但係烏克蘭失去咗佢咧，就代表咗失去咗佢海岸延伸到去黑海200海里嘅專屬經濟區，同埋喺入邊蘊藏巨大嘅石油同埋天然氣嘅開採權。而頓巴斯地區啦，除咗蘊藏巨大潛力嘅頁岩氣之外咧，一直以嚟都係地區入邊最大嘅煤礦，被譽為俄羅斯嘅心臟。烏克蘭失去咗佢提供穩定嘅煤礦供應之後，被迫要向其他嘅國家，包括俄羅斯去採購煤礦。所以或者我哋比較悲觀嘅去預測烏克蘭嘅未來，無論喺咩情況之下啦，就算俄羅斯今次真係撤咗軍啦，但係烏克蘭唔能夠重新攞翻呢2個地方嘅控制權嘅話咧，就等同係失去咗短期內或者中短期內啦，能夠達到能源自主嘅能力，亦都改變唔到呢個國家去依賴俄羅斯嘅現實啊！一個民族要以民主嘅方式去搞自強自決、改革國家嘅亂局，可以話係談何容易啊！烏克蘭咧就講完啦，都希望呢件事盡快去完結啦，世界可以和平啦。而家大家都知道啦，其實能源自主其實對一個主權國家係咁重要啦，個未來。其實我哋美國啦，作為世界第1經濟體，其實又點樣去處理嘅咧？大家都應該都記得啦，喺拜登上台之前嘅2020年，美國咪達到咗所謂嘅能源自主嘅。然後有好多人就將呢一件事啦去對比呢2個執政者嘅表現。
不過咧喺解釋呢件事之前咧，Tommy 都想喺度同大家上一堂好簡單嘅化學堂啊。可能大家你心目中能源啦，咪就只有原油咯，可能係嘛，汽油咯，係嘛。咁但係其實咧，佢只係美國5種嘅常用嘅能源之一嚟嘅啫。咁除咗原油咧，仲有天然氣啦、核能啦、煤炭啦，同埋少量嘅再生能源。嗱，我哋撇開咗核能同埋再生能源，剩翻落嚟嘅3種化石燃料咧，其實佢哋係相關嘅喎。佢哋都係遠古啦，經過千萬年之後留翻落嚟嘅產物。咁由於啦，佢哋主要含有碳即係 carbon 啦，同埋氫即係 hydrogen 啦，咁所以咧就被稱為碳氫化合物 hydrocarbons。咁當然啦，呢3種嘅化石燃料入邊咧，最有經濟價值嘅當然就係原油啦。咁經過唔同溫度嘅蒸餾過程之後咧，咁就會被分解出石油氣啦，即係我哋用開嘅 propane、butane、石腦油、汽油、煤油同埋柴油等等。而同樣道理啦，咁其實天然氣咧，除咗被壓縮或者液化而成為 CNG 或者係 LNG 之外咧，亦都可以被分解而成為包括咗頭先提過啦個石油氣等等嘅一啲叫 hydrocarbons gas liquids。咁中文大概意思咧就係啲碳氫化合物氣體而成為嘅液體啊。咁而大家啦都其實知道啦，其實汽油啦咁當然就係比天然氣更加有用、更加貴啦。咁所以石油行業咧係會將呢啲嘅液體咧進一步嘅去加工甚或至直接嘅加入去汽油入邊。呢度亦都係其中一個原因點解加州嘅我哋有夏天嘅汽油啦，有冬天汽油啦係有分別嘅。咁但係咧無論如何咁其實我想表達嘅就係其實原油crude oil 咧可以被製成石油嘅製品。咁但係石油嘅製品咧亦都可以從天然氣、煤炭甚或至係木材粟米等等嘅生物質啲 biomass 而嚟㗎。所以你話石油 petroleum 呢一個字咧，其實泛指嘅咧就係原油加埋石油製品啊。咁當你明白呢一個嘅概念之後咧，我哋就再可以翻去頭先我哋講啦，2020年嘅時候所謂能源自主啊。首先最簡單嘅概念就係其實能源自主咧係將美國嘅原油啦、天然氣啦、核能啦、煤炭啦同埋再生能源加埋一齊去計㗎。我哋用出口嘅能源嘅數量去抵消我哋入口嘅，咁樣計嘅話，咁我哋數字上面就真係能源自主嘅。美國係全世界生產天然氣最多嘅國家，甚至可以出口呢啲液化嘅天然氣 LNG 去到中國日本南韓等等嘅國家。而煤炭核能、再生能源大部分都攞咗嚟發電㗎啦，咁所以你一定係用幾多就生產幾多㗎嘛。而石油方面啦，其實我哋2020年嘅時候咧就真係好叻仔喎。淨出口咧歷史上面第一次達到去正數，咁可以話真係石油自主啦。咁但係啱都講過啦，其實原油就係石油啦咁但係石油唔等同原油喎。美國一直以嚟咧都係需要大量嘅進口原油。當年嘅入口係最少㗎啦，咁但係每一日咧都有270萬桶嘅原油嘅淨入口喎。而啱提過啦，可以由天然氣而嚟嘅 hydrocarbons gas liquids 咧，就佔咗出口嘅大部分。而點解美國嘅油公司唔能夠喺美國本土鑽探足夠嘅原油咧？可能你會問。有啲網友一定會講㗎啦，就係咪因為嗰個拜登政府咯，係咪佢擱置咗興建嗰個美加嘅輸油管咯？又或者係不斷嘅去阻撓嗰啲好友善嘅油公司喺美國呢度開採油田咯等等呢啲嘅説話啦，係嘛？當然又如果你真係深層次少少去諗啦，其實加拿大用一個油管去出口啲嘅油沙都唔係完全係原油啦，嚟到美國。咁其實對美國本土我哋自己嘅呢個原油嘅開採係好定係壞呢？而最後其實最終得益最多嘅其實係加拿大定係美國呢？當然咧，其實你話加拿大係我哋美國嘅朋友啦其實我呢度就唔係話挑撥兩個國家嘅友誼咁但係啦，美國並唔係一個可以隨意控制市場運作嘅共產國家，並唔可以好似某啲嘅國家咁樣去補貼石油嘅相關行業，係唔係開採原油？唔完全取決於政府，更唔係總統一個人嘅取態可以影響到㗎，而係大家引以為傲嘅自由市場。而化石燃料嘅價格同埋供求係連繫世界自由浮動㗎。
因為沙特阿拉伯等等嘅國家可以俾我哋用一個更平嘅價格去鑽探石油。當油價一直徘徊喺一個非常低嘅水平，其實美國自己鑽探原油咧根本就係無利可圖㗎。然後到咗疫情嘅時候，石油供求失衡，油價暴跌，好多美國本土嘅油公司根本就維繫唔到落去。咁之前咧咪同大家講過嘅，我一直都持有少量嘅油公司嘅股票啦。咁嗰個時候咧，其實佢哋嘅股票咧個價格真係插晒水啊！咁有啲甚至倒閉埋。然後啦，疫情開始放緩啦，咁大家又開始報復性消費咯。咁見到汽油咁平，咪去買啲新嘅車咯。咁特別體積油耗都比較大嘅 SUV。咁呢啲嘅事其實都唔係第一次發生㗎啦。咁你住喺美國內嘅網友，你應該都覺得唔係好陌生啩？咁加埋我哋社會重開，導致汽油嘅需求突然大增，美國各間油公司大賺喎。佢哋股價又上漲啦。但就因為見過鬼就怕黑唔敢馬上嘅投入呢個增產嘅行列，寧願將佢哋嘅重心用咗去減低佢嘅成本減低負債回購股票等等，所以造成美國更加去依賴外國嘅原油，甚至要喺俄羅斯度入口添啊！咁所以咧，其實最合理嘅解決方法，其實唔係就係我哋應該去揾一個替代嘅能源，去取代而家被集中用喺呢個交通啦，用喺呢個運輸方面呢個嘅原油咩？而呢一個嘅建議咧，亦都唔係今日先嚟提出㗎。Tommy 都想帶大家去回顧一下歷史，翻去美國第一次被其他國家去勒住我哋條喉嚨嘅時候1970年第一次同埋第二次嘅石油危機，以沙特阿拉伯為首嘅石油輸出國組織 OPEC 宣布禁運石油去到一啲支持以色列嘅西方國家。然後嚟伊朗革命又引發到供應緊張，油價上升，好多嘅民眾喺油站排隊好多個鐘先買到汽油，情況比今日更加嚴重。政府馬上嘅推出咗一啲嘅短期措施啦，例如限購令星期日唔賣汽油，有啲嘅地方視乎你嘅車牌嘅號碼最後嗰個 number 單數咧就淨係可以喺單數嘅日子度買汽油。甚至政府將全國嘅公路嘅速度上限調低到係每小時55英里。而長遠嚟講，美國嘅國會設立咗平均嘅油耗標準，汽車嘅生產商要設法嘅去改善燃油汽車嘅油耗，用最少嘅汽油行最遠嘅路。我諗上一輩住喺美國好耐嘅朋友都會記得㗎啦。日本汽車正喺呢個嘅時候開始喺美國流行。因為佢哋嘅汽車體積比較細，油耗咧亦都相對地係比較低啊。而政府方面咧，亦都需要更加聰明嘅去規劃、去設計道路啦，同埋城市系統，改善同埋加強公共交通同埋單車網絡，鼓勵市民同埋其他人去共乘啲 carpool 等等嘅措施啊。而喺選擇汽車燃料方面，轉用由天然氣、煤炭、生物質同埋再生能源等等而嚟嘅壓縮天然氣、液化天然氣、乙醇、石油氣、甲醇、氫氣，同埋唔依賴石油去發電到去電網充電嘅電池車等等啊。例如曾幾何時最有能力去取代汽油嘅壓縮天然氣，價格一直比汽油咧係穩定啦，同埋平啊。好似截稿當日等同汽油1加侖嘅壓縮天然氣喺南加州呢一度咧就只需要1.3個左右。而大家應該喺路面上見過舊嘅天然氣版本田思域，佢嘅油耗係2738 mpg， 充滿天然氣只係需要大概10蚊嘅啫，續航能力有225到250英里，比同樣係使用汽油嘅版本，燃料嘅成本起碼慳咗成2/3。而車主又可以喺屋入邊接駁天然氣去充氣，但有好多人佢去認為喺個車尾度加個鐵罐咧，咁就好似好唔美觀啦。儲物嘅空間又減少咗，續航能力又唔係話好夠，所以一直都唔係有好大嘅市場。而到咗今時今日，身邊有好多嘅人經常都會對電池車有好多嘅質疑，因為佢哋續航力不足，充電又麻煩，電池保養又困難。正所謂又怕痕又怕痛，更加唔好去提以氫氣推動嘅汽車。但當遇到油價飆升嘅時候，好多人就只係會一窩蜂嘅去批評執政者。口講嘅就係話要去改變啦，口講嘅就好支持烏克蘭去對抗俄羅斯，咁但係就對自己用呢啲俄羅斯提供嘅石油隻字不提。然後油價回落，能源危機過後，加埋油公司嘅巨大壓力，
社會又好快將能源自主呢個嘅詞語拋之腦後。其實大家作為消費者係咪有少少嘅責任呢？而其實咧，就算我哋美國能源上真係達到自主都好，亦都唔代表各種嘅燃料嘅價格唔會有變化。畢竟其實佢同世界上所有嘅產品一樣，都係全球自由交易嘅產品。隨住化石燃料越開採就會越少，所以價格會飆升。呢個道理應該唔難去理解。咁當然咧，有啲人可能會反過嚟諗一諗，可能呢個資源越刮，可能就越多咧，係嘛？價格反而會跌咧嚇。咁呢個就係佢哋嘅意見啊。而大家住喺南加州睇到自己嘅天然氣嘅賬單，咁就算咧我哋美國嘅天然氣自己生產都好啦，咁你都會見到其實嗰個浮動嘅天然氣價格都係會有上升嘅。咁呢個咧又當然啦，同歐洲嘅聽眾相比啦，其實就簡直係小巫見大巫啊。但無論如何啦，呢個亦都係點解發展可以取之不盡嘅再生能源，係所有已經發展嘅國家必定要達到嘅目標啊！我哋更加唔可以提你話環保方面嘅考慮啦。咁你話人類將我哋頭先講過嘅碳氫化合物入邊所有嘅碳擺晒入去大氣之中，其實地球就應該唔係好再適合我哋人類去居住啊！呢個可見嘅情況啊。而而家我哋喺達到呢個咁宏大嘅目標之前，可能喺中期我哋依然都係會俾啲出口石油嘅國家，包括好多嘅專制政府、專制嘅國家去勒緊我哋嘅喉嚨。好似德國咁樣啦，佢摒棄咗原來嘅核能、煤炭等等，然後選擇去用俄羅斯進口嘅天然氣做佢哋嘅過渡燃料，去達到2035年100%採用再生能源嘅目標。我哋睇到今日呢個嘅局面啦，可能都會覺得佢哋過分依賴外國係一個嘅錯誤，一個嘅問題。但我哋好難去指責佢哋嘅初衷係完全錯誤嘅。上一集我都講過啦，其實民主政府背後嘅所謂深層政府，其實就係你同埋我啊。如果我哋作為市民都唔願意去做改變，唔願意嘅去忍痛一次，社會就只會原地踏步，將來就只係會傷得更痛，俾啲有心嘅專政者一直去鉗制我哋。民主世界能夠去戰勝呢啲嘅專制嘅政權，勝負永遠都唔在於每一場嘅戰役，每一場嘅抗爭，我哋係咪成功？係究竟我哋行嘅呢個嘅方向係咪正確？我都希望啦，你中意我哋今日嘅分享，可以點讚、留言、讚好同埋訂閱。咁我哋就下一集再見啦，拜拜。